听说您刚升了副支队长，最近要有时间的话，把兄弟们都叫过来，我做东，咱们庆贺庆贺，喝2杯。好。可现在，他们都没了。我不会说话。以茶代酒，敬旅队、孙队，还有我们中队的这3个弟兄。是啊，没有兄弟们对我的照顾，我也不可能在这安生的过下去。嫂子，结账扫哪儿啊？哎，别让秦队签字了，这单算咱们的。算我们的。我们队过去吃饭不交钱啊？不是，我这小本经营，全靠队里兄弟们支撑着我呢。大家伙到这儿当食堂，天天来吃饭，每天结账麻烦，所以就月初放一笔钱，月底结账，多退少补。这么些年下来，也从没亏待过我们。是啊。嫂子，把我们队之前的账本给我看看。孙有为没法再给你结账了。说这些干什么呀？没事，人死账不烂，回头嫂子算一个总数告诉我，我到时候给结了。金队，这里面有一份基金会财产托管的律师见证文书，查一下。好，那警服给我领了吗？在你办公室呢。那现在郑鑫明天早上来了，第一时间通知我。
今天咱们的会啊，主要是介绍一下秦池警官的身体状况和如何帮助秦池警官在新的岗位上更好地完成工作。那接下来，老邱代表督察专案组，莫医生、小夏老师代表治疗机构，老梁、胡一彪代表西关支队，分别谈一下你们的意见。老邱，你先说说你那边的情况。3个多月前，也就是7月14号晚上10点钟左右，西关刑侦支队支队长吕超、副支队长孙有为以及同支队中队长秦池率领他们中队，除陆明佳警官外，其余3名警员来到隶属于海港辖区的龙华路附近。监控录像拍下了他们的停车时间，6个人步行接近仓库，而附近的群众拨打的110报警电话的时间为10点05分，也就是我们认定的枪战开始时间。出勤的所有警员都配备了防弹衣。武器方面，根据枪库的记录，吕超和孙有为持有的是5.4式手枪，其余4名警员持有9.2式手枪。从我们复原的现场发现，6名刑警从进门到发生枪战，始终保持着2个松散且很有层次的队形。孙有为靠北一侧，秦池居中，靠南一侧的是支队长吕超。6个人分前后错落站位，他们以9名罪犯在不到30米的距离之内，用16支自动武器，一共发射了189颗子弹。很不幸，除秦池外，无一生还。从现场尸体的状态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刑警们在牺牲前始终保持着射击的姿态，他们到死都在战斗。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专案组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没有任何书面资料说明当晚西关支队在这次抓捕行动当中到底是为了什么案子。第二，秦池在伤愈后接受的多次询问，但都未能提供对当天行动及事发状况的说明，理由是记不起来。就这一点，稍后请莫医生和夏老师做进一步的说明。第三，被击毙的9名犯罪分子身份均已查明，系以陈曦为首的军火走私集团。但据了解，近些年来，陈曦一伙人并未在金港市实施任何的犯罪活动，而西关支队也没有针对该团伙的任何监控和行动记录。综上所述，就是专案组对714案件现阶段的调查结果。你们2位。好。秦池警官的身上一共有2处枪伤，其中1颗9毫米弹头从他左腿股直肌和股外侧肌之间射入，造成了韧带断裂、膝盖骨粉碎性骨折及多处骨裂。虽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清理了创口，但由于弹头本身存在污染，引发了严重的感染，导致了长期血肿的后遗症。另外1颗9毫米弹头从他左额处进入，弹头在穿过颅骨时碎成了3块，形状都不规则，其中体积较大的2块经过开颅手术已经成功取出，还有1块就是至今仍残留在秦池警官颅内的 A 弹片。由于弹片位置太过深入，尤其是已经做了1次开颅手术了，短期内不能再进行手术。但幸运的是 ，A 弹片只是弹头破裂的外围部分，也就是说是铜制的，不含铅，暂时停留在他的颅内，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关于邱警官刚才提到的第2个问题，从病理上倒也不难解释。残留在秦池警官颅内的 A 弹片受重力影响，一直在向下压迫中脑，中脑再向下就是颞叶，也就是说 A 弹片在间接压迫颞叶，所以说造成秦池警官失忆是有可能的。我有个问题。说。秦池警官他的失忆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因为昨天在会场我们和他见过面，他记得我们，笑笑，记得刑侦支队，
而且也没有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他的失忆，难道只是针对7月14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请夏老师向大家做详细的解释。所谓的失忆，在病理学上称之为遗忘症，分2种，一种叫做顺行性失忆，指的是在遭受失忆创伤时间点之后引发的遗忘症；另外一种叫做逆行性失忆，患者会丧失创伤时间点之前的记忆。他是哪种啊？秦池警官有可能患有轻微的逆行性失忆和部分的顺行性失忆，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丧失的绝大部分是情节性的记忆，他自然认得在座的各位，只是搞不清和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而已。这也同样不会影响到他进行缜密的逻辑推理，也不会妨碍到他依据自身的知识和工作经验侦破案件。那按照夏医生的说辞，秦池在7月14号当晚是为了某个案件，与同事一起持枪行动，是属于情节性记忆。具象一点说，如果把秦池警官的记忆范围看成是一个圆，那么在7月14号当晚，也正是他颅内受创并且导致记忆丧失的时间点，也就是这个圆心。那么他所有的记忆力，无论是之前的还是之后的，离这个点越近，遗忘就会越严重。而这种冲击型的创伤，恐怕对记忆的影响是不分类型的。膝关节血肿的症状，需要他后半辈子每天都要忍受抽取积液的痛苦。至于颅内的 A 弹片，这个我也不好说。不过担任领导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别太辛苦就行。我认为，除了配合邱警官的专案调查，秦池警官目前的状况，不影响他参与或主持正常的警务工作。西关支队，正副支队长都殉职了，继位的领导应该是熟悉支队情况的。秦池带领中队的时候，人望一直很高。714之后，队里的兄弟们都拿他当英雄看，要不是市局指派，我都有心推荐他当一把手。你知道我知道你甲亢，问你意见。我没意见。老邱，你来一下。老邱啊，刚才在会上我感觉你有些话没说，是不是714案件，你还发现了什么疑点啊？现场勘验发现，枪战之后，有人补枪。你说什么？尸检发现有9发子弹，是从9个人的头部垂直向下射入，而且地面上留有弹孔，留下的开放性伤口都显示有人补射。3个西关支队的刑警和6名犯罪嫌疑人被同一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补射的。梁局，哎，你好。哎，梁局，您先上车，我得去趟厕所啊。我让车在门口等你啊。哎，好的，您帮我拿一下啊。冯督察，哎，我听说你跟秦池原来是2口子。对。不过我们已经离婚1年多了，所以为了遵守回避原则，这次的专案调查，我只负责资料整理，还有记录工作。规矩真多，老整些没用的。就今天这会，耽误了半天功夫。今天的会议主要是为了决定秦池。你们头儿跟他也说了，市局没有解散专案组，交的报告也没给批复，就是说调查到现在这事儿还不算完。可另一方面呢，支队级别的干部任命必须有市局的批准，
所以说呀，撕巴了半天，就谁都没想过市局为什么会给出两种完全相反的处理安排呢？步枪这个环节，此前你为什么从未提及？领导责成我们继续调查714案，对捕蛇的事情没有做出更多的批示，这也基本上代表了市局对714的立场。我相信，市局领导这么做，自有考虑。哟，秦池啊，你来的正好。为了你能更好的开展工作，局里研究决定，你每周去法政中心的夏老师那里进行一次心理督导，督导期为3个月。局里做出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了你好，服从组织安排。对了，心理督导从今天开始，先找夏老师咨询，再继续工作，就这样。领导，您挑这地儿，这地儿挺好。你感觉秦池怎么样啊？昨天刚见过他，到今天没碰过2回面呢。王八看绿豆都没对过眼，谈什么感觉？那你还有什么需要可以提？我想调职，就不知道组织上能不能满足我这点小小的殷切的需求。昨天刚上任，今天就升调，连王八都还有个长性呢。咱当初可不这么说的。再说了，全京港这几波孩子里，哪有长风支队的萧闯，北有海港队的赵新成，都是打警校起出了名的混种，碰到一般人3、5个根本近不了身。放着这种大杀器不用，非得派我这个残废过来，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先请拨回，继续观察，定时汇报。就没有速战速决的办法吗？从714到现在才隔了多久啊？已经在速战了，能不能速决，得看你们。怎么了？这么多年你都熬得住，这才没2天，哪来那么多牢骚？毛病就出在这速战上，死了这么多人，专案调查结束未免草率。而且照这个摊法，不说外围，督察和西关支队的人迟早会起疑心。起疑心也没办法，你别到处提醒他们起疑心就行了，完成好你的任务。开始吧。秦队，你我都是例行公事，心理督导。从刚才对你的观察来看，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可监督或是引导的。但是市局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我又不想虚报什么，所以说你实在是很抵触，就每周来1次，喝杯水离开，这样我也可以问心无愧的呈报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们那个会，我需要有什么担心吗？除了不确定你会在什么时段恢复哪个片段的记忆之外，这大概就是唯一不可控的吧。我可能是有一点失忆。出院的时候，莫忠义没有告诉你？他没有，他只跟我讲我的大脑受到了一些损伤。你大概早有察觉。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的感觉是对的。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遭受枪击前后时间内的记忆完全丧失之外，你受损最严重的部分，估计就是和周围人情感和关系上的回忆。这对我会有什么影响吗？不好说。也许你会变得沉默寡言，而周围的人对你的改变也会很不适应。但是我没有沉默寡言，我在跟你说话。那是因为，在你陈述性的记忆里，你知道你不认识我，
既然我跟你原有的人际关系网并没有重合点，那么对你而言，我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沟通对象。其实我今天来，主要是想问你一个。稍等一下。这是吴小云的履职记录。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你大概还不知道吧？你们队的人来我们这儿调过他的记录。吴小云在我们法政中心做过3年的毒物鉴定。你们队的人来找过他同屋的研究员做过笔录。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安静低调的人，谈不上喜欢这份工作，但是也很负责。那下周还是这个时间？下周见。我还有一个问题。最近呢，有一个人一直试图想伤害我，你觉得？你是拿不准要不要把他扭送回支队，还是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前一个问题上摇摆？就是那个中等身高、18岁左右的女孩吧？她一直在楼下，选取了一个既能够看到大楼门口，又能够看到你车的位置，却没有想到自己的位置暴露的有多么的显眼。如果作为刺客，可以说不能再业余了。既然你说他想试图伤害你，说明你们有过接触，而他还能够继续这样逍遥的锲而不舍，估计就是拜你的宽容所赐吧。我现在回单位，你要不要搭我的车一块儿走？反正你也要跟着我。到了我们单位门口，把你放下就好。如果出外勤的话，你就动不了手，因为我身边总有人跟着，你靠不了前。要不等我下班吧？我们单位每天6点半下班。如果你还想跟着我，还可以坐着我的车，中间只要有机会，你随时可以下手，只要你担得起责任。但如果到了我家，你还没动手，就不行了。我家外边有防盗门，里边还有狗。在这儿也别动手。上面写着呢，司法鉴定中心。走吗？车速超过60也别动手，别把自己小命搭进去。那我关门。安全带。
夏雨桐说的不完全对，我不愿意多说话，除了不安以外，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周围的人似乎更不安。他们每个人大概都知道我的一部分过去，也都认识原来的我。我的失忆让他们变得更加谨小慎微。这个想要伤害我的女孩，反倒带给我更多的安全感。比起其他人的暧昧不清和闪烁其词，她简单，也更直接。她只是恨我，而且恨到愿意和我同归于尽。如果把她抓回支队，很可能等于关闭了我身边最接近真实的一个出口。我毫不怀疑，只要一有机会，他还会再次下手。也许下一次他真的会成功，而我会死。这段时间，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梦里，死都再熟悉不过了。3个多月以前，如果我和兄弟们一起不明不白地死掉，未尝不是件好事。真要过了初一躲不过15，至少这一次，我很想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死。从上午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他一直在反反复复回答你们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作性质啊，但是就这样反复的盘问一个孩子，真的能破案吗？做了3次笔录了，没有任何出入。我们单独谈一下吧。他还不到18岁，在接受你们盘问的时候，不应该有成年人陪同吗？应该。所以我说的是，我们单独谈一下，有问题吗？去吧。小陆，有几个探头关了。哦，好。别担心啊，咱们聊聊闲天儿。那个，孙老师结婚了吗？问这干嘛？聊闲天吗？结了。有孩子吗？你到底想问什么呀？问正事啊。我们查了一下，这个孩子好像也没有什么亲属了。那孙老师觉得这个孩子未来的，监护人这一块该怎么办呢？你知道吗？在郑鑫这个孩子18岁之前，说有人愿意申请做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的话，应该是不难得到批准的。真的吗？啊，当然了，如果申请人说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啊，或者是刑事犯罪的这个违规记录，这肯定是不行。但是，如果申请人涉嫌制造伪证，情节特别严重，也属于刑事犯罪，您知道吗？你们好。
孙老师，一般的寄宿学校管理都比较严格，尤其像你们学校这种半军事化管理，所以我想问，学生如果不参加集体活动，是按照逃课算吗？那你们学校的规定，逃课应该怎么处罚呢？开除学籍。那我就知道您的苦衷了。好的，主任。郑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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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鑫，别跑！别跑！郑鑫！方圆10几公里之内都是阔叶林，唯一的一片针叶植被是在你们学校目前的驻地以东数公里的防风带。所以，孙老师，我希望下面的回答，请你慎重。他要去哪儿？你要站住！给我回家！给我回家！我不在家，他打我吧，我得去保护他。你听老师说，我见过你爸爸，怎么说，他也是一个体面的医生。他恨我，他恨我和我妈。怎么会呢？因为我是个野种，我不是他亲生的。他当时确实很不情愿，但最后我还是把他带回到了营地。他根本就不可能。我知道。郑鑫是犯罪嫌疑人，确实不合逻辑。你之前说的对。见证书上的律师我已经见过了，郑天伦和郑芳呢，他们把名下所有的资产都用作了一个基金委托。啊，郑天伦夫妇甚至是郑芳死后，他们的所有资产呢都会成立一个研究专项基金。换句话说，就是郑家的资产和郑鑫基本上已经没有半毛钱关系了。由于委托形式呢，他们属于一个诺成型的合同，所以是不可撤销的。综上所述，郑鑫几乎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了。秦队，您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呀？如果他确定不是郑芳亲生的，那就找他亲爹聊聊。行，我马上去查。爸，您怎么来了？你的任职聘书昨天落在我那儿了，我给你送过来了。本来就是给您的。没有您的话，我哪有这条命当副支队长啊？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比我强，也比我有出息。出去都是您教的。您忘了，持枪射击这些动作，都是您一直在辅导我。要没有您的话，714那天晚上，没等海港过去支援，我早成筛子了。密闭的空间里啊，枪声会非常响，也确实容易对耳膜造成损伤。924的口径比54要大，
射击的后坐力也就更大。如果用尾式狙枪法射击的话，后肩不要锁死，保持具有的支撑力就好。你就想象这支枪是长在你的手上。亲人，往往是亲人。据说，我们在人群中认识彼此的几率只有100万分之一，但血缘永远是固定的。从降生的那一刻起，血缘就成为你永远无法摆脱的羁绊。你爱也好，恨也罢，都不可能抹去这个世代传承的烙印。据说人混迹一生，平均会认识3000多人，有朋友，有同事，有伙伴，有爱人。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会使我们更有归属感，感觉更安全，但是最终，我们总会希望回到亲人身边。我们会发现，失去亲人，我们一无所有；为了亲人，我们会倾尽一切。你今天告诉我，队里来你们中心调过吴小云的履职记录，我其实当时就知道，我只是编了个烂理由，我不想承认被你看出来，很正常。我其实就是想找个陌生人聊聊。别。你放心，我会找到合适的人处理。